还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。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。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地图，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。长辈上学了，妈去了邻居的家，早餐已经做好了。阿美，你收拾一下，我要带你回去。我们坐10点的船。那还回来吗？你不能这样的，你不能把我送回去。我阿爸、我弟弟、我妹妹都会给人家指指点点，我不想拖累他们啊。可是你留在这里，我根本帮不了你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给你去看病。那就不要医，没关系的。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你得的是癌症哎，如果不医的话会死。死对吗？我不怕，反正人迟早都会死的。可是我不可以白白看你就这样死啊！你可以跟我离婚，你可以把我赶走，但我求你，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去啊！我不把你送回去，我怎么拿回我的6000块？我还给你啊！还？你怎么还？你不要管我，是你们做初一，我才做15的。来，船票买了吗？买了。阿美，船很快就要开了，你去那边坐。喂，你老婆回娘家关我们什么事？为什么你要我们跟你一起去？礼拜天嘛，都不用做工，那就一起去玩喽。那个小渔村，那里有什么好地方玩？你就去买咸鱼，去买虾，你每次都去的呗。要搞赌注了，记住了，阿仔会回来看你们的，阿仔会回来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的。哎，你跟我去走一走会死啊！阿美呢？你老婆走开一下子你就这么紧张，你怕她跑掉啊？哎，来，在那边。跑不掉的啦。死了，真是完蛋了！不要一直这样说，行不行？阿花害死我们了，什么事？难道你还不知道啊？阿明要去跳海，阿花脸臭臭。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啊，不是什么3招回门啊，而是来退货。退货？退什么货？退虾米咸鱼咩？当然退人啦！阿美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阿焕说过，要娶老婆一定要娶处女。他一定发现到阿美不是了。你不要乱说啦！喂，要不然为什么阿美要去跳海？哎呀，死了死了！这次他老爸一定不放过我们了。怪不得阿焕要我们跟他一起来。喂，你去哪里？喂，干什么？我去问阿华了。哎，华啦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，等我解决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再跟你说清楚。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想退回阿美啊？是，哈，是不是？给我猜中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总之我的事你不要管，你跟着我，有的吃就吃，有的喝就喝，有的打就打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讲什么屁啊你？你是因为怕有麻烦，所以你拉我跟阿浩来这边壮大，对不对？不会有事的啦，怕什么？走了。华啊，不要这样了，回去，放手，我走了，回去啊！放开我，回去啊！放开我！阿华啦，你已经娶了阿美了，你不能因为她不是处女就不要她。你说什么？他是不是处女关我什么事啊？我碰都没有碰过他哎。我被骗了，我被他还有他的老爸所设的圈套骗了。我现在就是要把他原封不动还给他老爸，然后把钱拿回来。有福望着阿美，想着他为了帮一个陌生人寻找失踪的狗，搞到最后自己都晕倒了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又怎么会设计圈套来骗人呢？有福那时候还不知道阿美患了癌症，但是他知道阿美心里一定很苦，要不然他不会去跳海。阿美要跳海的那一幕一直无法从他的脑海里抹去，所以他决定继续跟着他们。有福做梦也想不到，他的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。癌症，阿美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哎，你不要跟我演戏哈！你是不是一早就已经知道阿美有病了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那为什么你一直擦汗？我冒汗是因为我怕热啊。怕热？我看你是怕被打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新加坡人嘛，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外面那2个兄弟啊，一个是读法律的，另外一个是打 boxing 的。你要文要武，我都跟你奉陪。当初我不主张你娶阿美，可是你坚持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是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啦？如果当初啊，你坦白跟我讲说阿美有癌症，我还会娶她。我听到了。啊，癌症啊！哎，走！哎，你不要跟我啰啰嗦嗦的啊！现在你去叫他老爸来，拿钱把人带走。这不行吧？阿美已经跟了你了，虽然当时没有在这里摆酒请客，可是他爸爸买了喜品到处派，全渔村的人都知道阿美出嫁了。我管不了那么多。阿美，我没有碰过她，你不可以问她。阿美，我有没有碰过你？你也看到了，我没有碰过她。现在我原封不动把她还给他老爸，他老爸就应该原封不动把那些钱还给我。林先生，我可以把我的介绍费退还给你，可是你要金叔退钱啊，你自己去跟他说。哎，人是你介绍的嘞，你想躲啊？我可以带你去找金叔，不过有什么事你们当面说个清楚。妈啦，不要了啦，他老爸会来砍死我们的。哎，我们现在3个人呢，他才1个人，到底谁砍谁啊？怕什么？我，哎，你干嘛？我突然肚子痛，哈哈。哎，大家兄弟一场，为什么你不帮我？生人不生胆，你看阿豪多么镇定。阿华啦，跟我来一下。干嘛？来啦！华啦，你老老实实，你老婆是不是患了癌症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我问你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她得了癌症，得了乳癌，是第2期了。那你还这样做，你是不是人呢你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？赶快给她医！神经病！她得的是乳癌啊，是癌症啊，要怎么医？你煮的咖喱鸡那么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多少人是死于癌症的？医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死？而且我没有钱呐，我怎么给他医啊？那就想办法。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？
人家有病就把人家抛弃。对啊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。怎么说你都摆了喜酒，就是娶了她啦。如果我是你们的话，我也是会这样讲。可是现在要负责任的不是你们，是我哎，我也是很痛苦的。你痛苦？你痛苦阿美吗？你以为我真的是那么无情无义吗？我也是很讲义气的，这个你们也知道的。可是他再怎么样也不应该欺骗我、隐瞒我啊。那我问你们，如果说现在你们去买榴莲，明明跟你讲说是包吃的，可是你拿回家之后，你发觉里面全部都是虫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不会拿去换？那当然要啦。对喽，那我现在要求退钱退货，我有错吗？可是我很无情无义，对不对？我也希望，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我可以给他请最好的医生，我可以给他住最好的医院。可是我现在两手空空，我能做什么？可是阿环，你们看秀秀就好了，他为了 Steven 的脑癌欠了大耳窿多少钱，到最后 Steven 还不是一样要死？总会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阿环。会有办法，到底什么办法？你帮我想了。想一想，一定会有的。现在想不到，我们回去慢慢想哦，一定会想得到办法的。我们帮你想哦。我那么聪明，我都想不到；你那么笨，你会想得到。不是说我一定要抛弃阿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她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吉利。她嫁给的第一个男人，当天晚上暴毙死。她嫁给我那个晚上，我就进医院，然后我老妈去动手术开刀，本来是没事的，突然间又扭到脚，现在又生这种病，我真的不敢再收留她了，一不小心万一会家破人亡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阿美啊？我们做人不可以这样无情啦，阿华，你知道吗？不可以啊！够了，我不想再讲了。要么你就跟我一起去收钱，然后我们就走；要不然的话，你什么都不要管。开什么玩笑？人已经娶过去了，生是你的人，死也是你的人，这就是你的命啊！你懂不懂？哪有把人送回来这种道理的？今天你叫全村来这里评理啊，上法庭打官司啊，都会说你没有道理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当初我娶她的时候，她人是好好的，然后再过了1年半载，她才生病，那我也就认了。我倾家荡产，我都会把她医好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把她嫁给我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有病了。你明明知道，你还让她跟我，那你就是存心想要欺骗我嘛？好啊，现在你去叫全村的人来，或者是我们上法庭打官司啊，我都比你有理啊。好啊，黑柱，你现在叫全村人来这里评理，顺便叫警察说我要打官司。金叔，有话好好说，有事好商量，不要把事情给搞大了。现在搞事的是他，不是我啊！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，哪有送回来这种道理的？你还是马上带她回去了。我都没有动过你的女儿啊！啊，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问她啊。人我是不会带回去的，你把钱还给我，这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就算了。还你个屁啊！走了，喂，你还是跟他回去。哎，你想白白吞掉我的钱啊？董事长，还有这里全村的人都看到你把我的6000块拿走哎，6000块嘞啊！那1000块买喜饼的我可以不算你，但是其余的5000块你一定要还给我。还你个屁啊！你要不要？爸，把钱还给他吧。谁叫你开口了？你是猪啊！他叫你回来你就回来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我波多，赶紧了把地，赶紧，把地！你怎么那么笨啊？啊！你是猪啊！啊！为什么你那么听话啊你？我叫你不要回来，你偏偏要回来！不要了啊！他老爸很凶的。赶紧了把地了，不要波多的路，把地的路。不要再打大姐了，你要打就打他。我已经警告你，不要再欺负我姐。这是我们大人的事，你小孩子管什么屁啊！阿龙，不要打架！不要打架！不要打架！钱我没有，要命！最后一条，要我的命的话，就握过我手上这把刀。走开了！不把完蛋！不要跑啊！不要跑！别跑我！站住！
早就说了，不能这样做。你们这样欺负人，不止金叔要拿刀砍你们，连这里的村民知道了，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现在是谁欺负谁啊？啊，拿刀砍人的是谁啊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现在你去把我的朋友带回来，还有那笔钱追回来。你要我去死啊！当初又没人逼你去娶阿美，现在你要怪谁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，要不然你们别想回去新加坡了。你吓我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从小给人家吓大的。你不怕，你就留下来。钱我们可以慢慢谈，但是我的朋友，你现在马上去给我带回来。你自己去带。哎，你敢走，我把你的办公室烧掉。你烧啊！那你们就跟别想回去新加坡啊！死了死了，这次完蛋了！死什么死？我就不相信啊！他们真的会杀掉我们？他们再来杀我们了！哪里有？你看那个人，他手上拿着刀。他是卖猪肉的。走了。去哪里？你不是说要走了啊？等到天黑了，找不到船了，想回都没得回了。那阿豪怎么办？你以为他们真的会把阿豪杀掉啊？他们要对付的人是我，不是阿豪。如果我走了，他们找不到我，到最后还不是乖乖的把阿豪放掉？走了。干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要小便，不可以，可是我很急。急就在这里了。爸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厕所就在后面，带你去。阿龙，跟着去。哦，走。喂，好了没有？你走吧。姐，不能放他。爸不用脑，你也不用脑吗？扣住他有用吗？这根本就不关他的事。可是他们是一伙的。老爸说，只要他在我们手中，林来发就不敢不来带你回去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就算他肯带我回去，咱的命运怎么样呢？他就要帮你医病啊！你嫁给他，他就要照顾你。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，他为什么要照顾我？他为了这场婚姻，已经花了很多钱，现在还搞成这样，已经够惨了。算了吧，这是宅的命运，不能怪人家。可是不要再说了。有福，你走吧，我真的很谢谢你。可是如果我走了，你爸会打你啊？我早就习惯了。那，你从这里往前面的海边方向走，快的话20分钟就到码头了。这个时候应该还搭得到船。可是你走吧，快走，快啊！他自以为很厉害，把人家给放走，他也不想想看，里面有一个已经躺着不能动的了。这几年来，我把所有的棺材们都花光了。他要回来，回来帮你梳头了。到底想怎么样嘛？他要死了，我有了治不好的病，给我听清楚。不过那也好，过去先准备一下，等你过来了，我们母女俩就可以好好的相聚了。林来发不敢来，那你就把阿美带回去吧。爸爸，这里留不下你，你跟他走吧。走了。你为什么跑回来了？我跑到了这里，脚突然就不能跑了，然后脚就转回头，往刚才来的路跑回去。我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就跑回你家了。你的脚不是由你的脑控制的吗？
那就是我的脑跟我说，我不能就这样跑了。船到了岸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我不麻烦你了。谢谢你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千万不能再跑去跳海了。我是不想被送回去才去跳海。现在我被赶回来了，我不会再去跳海。那你还是可以去跳。答应你，我也不会去跳楼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有地方去，你放心好了。有福，真的很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再见。有福一直站在那里，望着阿美的背影。他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，或者做些什么的。可是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所以他只好一直站在那里，直到阿美的背影消失在他的眼前。大哥，大哥，我问你啊，是不是每个癌症病人都会死啊？癌症只要你发现的早，当癌细胞还没扩散的时候，及早治疗，应该是可以完全康复的。那乳癌呢？乳癌一般可分4期，第一期肿瘤直径小过2公分。淋巴还没有受到影响，这时候治疗的话，几乎都可以完全康复。所以才要劝请妇女们定期去做乳房检查。很多人都认为乳癌只能发生在年长的妇女身上，其实这种想法是错的。现在乳癌患者的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，可能是因为生活环境、压力、食物等等有关吧。那第2期呢，大哥？第2期肿瘤直径是大过2公分，可是小过5公分，腋下淋巴也受到影响。那还有没有得救啊？乳癌即使到了第2期，只要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到其他器官，及早动手术，再配合化疗，康复的机会是很高的。但是如果拖延的话，一到了第3、第4期，癌细胞可能会蔓延到肺部、脑部、骨骼等等，那时候麻烦就大了。我不希望阿美啊，像我爸爸，还有像 Steven 一样，最后就这样走了。那个时候我头脑里面只有一个想法，快点找到阿美，这样啊，她就有救了。所以你不管那个时候已经是3更半夜，就这样跑出去找她？不能等啊，第2期后就是第3期了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变成第3期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坐。哎，要吃什么随便叫，我请啊，让你压压惊啊。真的要好好压抑啊！我到现在都还怕怕。你真的是很没有用嘞，你是老鼠投胎啊！你看人家阿豪面不改色。喂，干嘛不说话？你还在怪我们把你丢下不管？阿华说那些村民不敢对你怎么样的，我们才走的。对喽，这件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吗？他们敢拿你怎么样？难道把你杀掉啊？哎，到最后还不是把你放出来？哎，叫东西吃嘞。
Satu roti kosong。喂，才叫那么少啊？哎，跟啊，去跟他叫2片加蛋的。不用了，我一晚没睡，吃不下。你干嘛？失眠啊？kosong prata one more。哎呀，不用讲啦，肯定一定是郭嘉玲啦。她的婚期越来越靠近，她就越来越伤心喽。我去找阿梅呀。阿美不是在老家吗？她的爸爸要我带她回来，可是她下了船就走了，都不知道去了哪里耶。他老爸叫你带她回来，你就带啦。你真笨，她又不是你的老婆。她是你的老婆，可是你都跑了。我跑了，你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吗？笨，笨，我是很笨，你很聪明，你聪明到人家有病你就把人家丢掉，推卸责任。现在阿美啊都不知道是生还是死啊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今天叫你出来是吃肉地巴达，不是叫你来教训我的。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阿美。阿华啦，阿美在这里到底有没有亲戚还是朋友？她有没有跟你说过？我已经叫你不要再提起她了咯。可是阿美她，哎好，哎你们做什么？巴达是吃的，不是让打架的。哎呀，哎你干嘛？坐下来啦。厕所了，小便了。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你以为阿华是这么狠心的吗？他也是逼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他的妈妈动手术要钱，他的妹妹读书也要钱，他去哪里找钱给阿妹医病呢？你知道现在医药费多贵吗？照一张 X-ray 几10块钱，照一次 CT 几百块，看一次专科再拿药，起码100，动手术、住院。很多钱的嘞，他也没有 Medisave， 又没有买保险，他连一份正当的工作都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叫他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，OK？ 要不然他打死我的。阿华啦，你会不会晕？你不要碰油。坐下来啦，这里掉进海里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哭？海水啦，哭。海水？又没有发生 tsunami， 海水会喷得那么高咩？恐风就是眼泪。阿华哭嘞。你跟他做了那么多年朋友，有没有看过他流的眼泪？就是咯。Steven 死的时候。我都忍不住哭了，他连一滴眼泪都没有，他还跑去 Steven 的灵前求 4D 啊！他哭了那么凄凉，恐风心里很苦的。他只是装 steady，OK？ 哎，为什么又有？是阿浩叫的，他请你吃，钱也给了。哎。这里的咖喱很好吃哎，你的咖喱比较好吃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再来一次。朋友一生一起走。阿美看着人来人往，各有各的奔忙，而她却只是这个城市里被遗忘的一个。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人，像他这样的一个人，即使此刻就死了，也只不过是让1、2个警察还有收尸的人忙乱一阵罢了。迟早都要死，就让我死了就没事。阿美并不知道，她没有被遗忘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正焦急地四处在找他。如果阿美知道，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，还有人关心着她的生死，那她还会不会如此的绝望呢？你要不要吃咖喱鸡啊？不用了。我已经把我大哥给臭骂一顿了。听大哥说你把大嫂带回来了，他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那天他下船了以后就走了，我找了他2天了，都找不到。是不是你大哥要找他？不是，是我想找。
大嫂身体有病，扔下她太可怜了。而且她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没有亲戚朋友，会到哪里去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今晚我煮完咖喱鸡，我再去找吧。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找他。人人都说啊，新加坡很小，可是你要找人的时候啊，你才觉得它很大。你这2个晚上是不是都没有睡好？你看起来很累耶。睡不睡觉没有关系啦，最重要是要找到你的大嫂，她的病啊是不能再拖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像大海捞针一样，得想个办法。你赶快想吧，我这个人脑袋比较笨，想不到。你是大学生，你比较聪明，你一定想到办法的。大学生也不是万能的啊。不过你倒提醒了我，我可以发一封 email 给大学学生会的网站，希望学生会能帮我发动寻人大行动。到时候整个新加坡的大学生都会帮我们找人啦。好，谁找到他，我请他吃咖喱鸡。吃饭了，林，你应我一声好不好？不然我都不知道你死了没有。我还没死啦，什么事？吃饭啦！不吃啊。又不吃？你要做神仙呐？出来随便吃一点呐。都说不吃了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？随便你啊！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不该来找你，最后我还是决定来了。什么事？嘉玲咯。嘉玲怎么了？最近啊，她的脾气坏透了。怎么会呢？他下个礼拜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啊。我看啊，这个婚是结不成了。为什么？那个麦克咯，他有老婆了嘞。不会吧？那他为什么还要跟嘉玲结婚？哈尼，我在乎的是你，怎么会是他呢？那为什么我说要报警抓他，你不肯？他要放我烧死我啊！他只是吓你而已。他那天淋你的是水，不是汽油。水又怎么能烧起来呢？既然你那么相信他，干嘛还来这里啊？回去跟他在一起，免得他好像疯狗一样，整天来这里乱吠啊！还有啊，请你马上通知舅婆和亲戚朋友，说婚礼取消了。阿妮，不要再喊你啦！他跟那个女的没有正式结婚，只是同居。不过那个女的口口声声说是他的老婆，麦克又口口声声说他不是他老婆。虽然之前曾经在一起，不过早已经分手了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明白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了。哎呀，我也是给他们搞到好乱。总之，那个女的不肯放手，不过她不去对付 Michael， 却找嘉玲的麻烦。你干什么？是不是要我们报警啊？你不用这么凶嘛，我只不过想拿点东西给郭嘉玲而已。她不在，你走啊！嘉玲的逼问下 ，Michael 才肯承认跟那个女的同居过。不过在跟嘉玲交往的时候，早就已经分手了。那也算是以前的事了。那如果他认识嘉玲之后就没有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那也不算是对不起嘉玲啊。对呀，所以嘉玲气很快就消了，摔就摔在 Michael 又在讲骗话。3天前那个女的又来了。啊！大姐，现在半夜3点钟啊，你专门喜欢在这个时候来人家的家哈？是啊，我晚上失眠，一个人睡不着，时间又很多，晚上出门的时候又不热，又容易做得事。难怪了，你变态的！你要不要我送你几瓶安眠药？不用，安眠药我多的是。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你那个妹妹。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去搞上人家的老公呢？尤其是我的老公啊！不要脸！谁是你老公啊？有没有结婚证书？拿来看啊！你没看见我给你那些卡片和照片吗？上面都写着你的老公啊！那是几年前的事了，你还好意思拿出来讲啊？哦，我一个男人做这种事情值得吗？就是不明白。为什么还要抢我老公？说得来，只有一个字：贱！喂，到底是谁贱啊？
人家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死缠着不放。我跟你说，你再不走的话，我报警啊！对喽，回去啦！哎呀，等一下，喂！我只不过想告诉你，昨天我跟麦克到酒店开房，今天早上他不是出国开会吗？我还送他到机场去呢。疯子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啊？你走不走？你不相信啊？我是有证据的，拿去看，拿去看。里面啊是有酒店的账单，还有麦克刷的信用卡，还有今天早上我还叫人到机场去拍我们的吻别照，还有里面有更多更精彩的。你不相信？拿去看啊，在里面啊，看啊。是真的。连上床的经过都被拍了下来，哪里还假得了？那个女的真的是疯了。会不会是以前的事？这一次她厉害了，他们上床的时候，电视刚好在播当天的10点新闻，假不了。那嘉玲，她气疯了，这2天她都没上班，连房门口都不肯踏出一步，叫她吃她也不吃，连凉都不冲。啊？不会吧？嘉玲她很爱干净的。对呀，所以你看有多严重。我怕她再把自己关多2天，跟那个女的一样疯了。不会吧？我也希望不会啊，要不然啊，我的头就大了。这件事我本来想不要管的，不过姐妹一场，我也不想看她这样啊。你知道我跟她八字不合，我说的话她是不会听的，所以想来想去就来找你了。堂哥，我买来早餐，吃早餐了。嘉怡姐，你的电话借我一下可以吗？你用吧。有福哥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哦，学生会已经答应帮我们发消息找大嫂了。那太好了。小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昨晚到大巴窑一带去找，我在四巷的时候碰到一个剪纸皮的老人，他跟我说啊，前几天他剪纸皮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睡在楼梯口啊，后来看到她拿了一只尖尖的东西要吃一个男人呢。我看应该不会是阿美吧？哦，也不一定啊，可能那男的要侵犯她，她出于知味才会那么做的呢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等一下再去那一带找找。不用啦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我今天没上课，我去就行了。我会跟一些学生会的同学一起去那一带找的。有什么消息你马上通知我啊！拜拜。你昨晚没有回家吗？哦，我刚才回去睡了一下才过来的。3更半夜你去找什么人啊？阿华的老婆咯。他老婆怎么了？没什么啦。有福，是你吗？是啊，是有福来了。谁叫你告诉他的？哎，你不要冤枉我啊！有福是来看老爸的。是啊，嘉玲，我是来买早餐给安哥吃的。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菜头粿，你要不要出来吃啊？哇，那个菜头粿好香啊！有福，你在哪里买的？4168买的，是嘉玲最喜欢吃的那摊菜头粿。我看嘉玲是不吃了，我把它解决掉吧。冷了就不好吃了。谁说我不吃的？有福啊，我出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看我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很丑。等我去洗个脸，再跟你一起吃早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背着你好不好？你真的不准看啊！我知道了。我转过身了，你出来吧。爸，吃早餐了。安哥，嘉怡姐叫你吃早餐了。他现在一天到晚对着电视，连吃东西也要拿到他的面前去。幸亏啊，不需要拿痰盂去那里给他方便。这样不好，老人家一直坐着不动，很容易中风的。以前我一个邻居，他一天到晚打麻将，坐着不动。有一天啊，他突然要喊糊了，可是却老是说不出口。他那些麻将朋友啊，看他一直口开开，才知道他出了事啊。原来啊是中了风啊。哎，惨了，他现在口开开，而且今天连失败都没说哎。安哥，哎，好像不对劲，要不要打电话叫救护车？你不要紧张，让我来，让我先看哈。
安哥，安哥，啊！你做什么？他没有中风。有福怕你中风，所以帮你活动一下筋骨。你神经病！你中风都轮不到我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他来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在睡觉，我哪里知道？真服了他，开着眼睛也能睡觉。你这失败的人来干什么？回去煮你的咖喱鸡吧。走啦，不要再看电视，等一下做到中风，你惨我也惨呐。我要看电视。走了，吃早餐，快点。失败，失败。坐下吃你的早餐。做远一点，失败的人。有福，不要管他，坐下吃你的早餐。失败，失败。嘉玲，你瘦了。啊，是吗？2天不吃东西，能不瘦吗？那你的菜头粿。嗨 ，Good morning， 大姐。麦克来了，要不要开门？开了。Uncle。嘉玲，我带了早餐给你吃。我不会饿死的。别吃油腻腻的东西，对身体不好的。我买了 apple pie 给你，还有新鲜的番茄汁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什么事情啊？取消婚礼啊！通知亲戚朋友们，做了没有？我已经跟你解释了，那件事我是被逼的。被逼啊！他说，只要我陪他最后一次，他就成全我们，所以。拜托 ，Michael， 那么烂的剧情你也编得出来？失败，失败。如果不是真的，我又怎么敢编了这种让你发笑的剧情呢？嘉玲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中了他的圈套。以为我陪了他最后一次，他就不会再骚扰你了。怎么知道？他暗中做了这么多手脚，这个女人啊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有福，你相不相信他说的话？嘉玲，这是我和你的事，为什么一定要问他？因为他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。有福。失败，失败。嘉玲啊。我可以不说吗？当然不可以了，你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爸，你真的放屁啊！失败，失败。老人家是这样的啦，每天待在家里没有走动，消化不良，所以会常常放屁。就像你这样哦，说话就像放屁。有福啊，我们带爸爸出去走走。哦。你等我，我换件衣服。哦。你老是瞪着我干什么？对不起嘉玲的是你，不是我，还这么嚣张。也许我没拿到满分，还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